美国许多地区的公立学校有单科跳级的制度，在我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威克郡，称作单科加速，简称 SSA。只当一个学生的一门科目，数学课或者英语课掌握得非常好，这门科目满足了跳级的要求，就可以进行单科加速。从此，这个学生在上这门课的时候，就需要离开自己的教室，去到高年级的教室和高年级同学一起上这门课。除这门课以外的其他所有课都还是在原来的班级里上。美国一些没有单科跳级的地区也会有其他各种灵活举措，确保学生可以接受适合的教育。这种单科跳级和完全跳级是不一样的，有其特有的优点。不少华人家长由于只听说过完全跳级，就把完全跳级的坏处全部想象到单科跳级上，以至于为孩子做出不恰当的决定，轻易否决了单科跳级这个选项，耽误了孩子。事实上，单科跳级在美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普遍，操作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。本片中，我将结合我2个孩子的亲身实例来介绍单科跳级，并谈谈我的感受和想法。美国不同地区对单科跳级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有差异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。在我们威克郡 ，K 到7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单科跳级，科目仅限于数学课和英文课，学生只能申请其中一门，不可以2门同时申请。如果真的有学生优秀到2门都想跳级，那就要按完全跳级来操作，就不属于单科跳级的流程了。大部分学生选择的都是数学跳级。我孩子的小学一个班级通常20人左右，每班数学跳级的学生少的0到2人，多的3到4人。我2个孩子都是数学跳级，所以我将主要谈数学跳级，但英文跳级我也先简单讲几句。我孩子的同学中，这么多年只遇到过1位参加了英文跳级考试，还没有遇到过英文成功跳级的。英文跳级的学生少，原因之一是本身热爱英文学科的学生和家长少，很少会有人早早规划一条将来要走文科的路。而且跳级了英文就不能跳级数学了，大部分全面优秀的孩子都会选择数学跳级。原因之二是英文跳级要求非常高，包括考试难度大、准确率要求高、写作要求高。据负责老师说，参加数学跳级考试的学生差不多5个里能通过1个，而能通过英文跳级考试的学生比数学少得多。原因之三是跳级的必要性不大，这是文科本身的属性决定的。文科需要长期的积累，尤其对于写作，学生永远可以通过自己看更多的书，体验更多的生活经历来加强自己的写作。不必要说觉得自己词汇量很大了，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，就着急学更难的文学作品，写更难的作文。对于这类确实很热爱文学的学生，其实参加本年级 AIG 的英文课程就很够了，就是俗称天才班。每个地方叫法不同，我们威克郡是3年级考 AIG 考试，通过的话4年级正式开始上课。形式是每周有几节课时间，把这些学生集中到专门的教室上课。我孩子学校4年级 AIG 英文已经开始讲欧亨利的作品了，并且要求学生自己创作微型小说。讲真的，我个人感觉真的没必要英文单科跳级，本年级的 AIG 课程已经很有挑战性了。回归到数学跳级的议题，首先怎么判断自己孩子要不要跳级呢？我可以直白地说，有跳级可能性的孩子，老师通常是会主动告诉家长的。如果老师没有主动提，那家长当然也可以自己找老师咨询孩子是否合适。在我孩子的小学，老师会在单科跳级申请窗口开放前，通过1对1家长会或者发电子邮件，对合适的孩子主动建议家长试试看申请单科跳级。此时我的建议是，请家长们认真对待老师的建议，老师不是跟你客套才提出这个建议的。这里我必须要说，我吃过亏，我很后悔当年没有认真对待老师的建议，不希望大家犯我犯过的错误。
这里我要讲的是我女儿的经历。她现在已经初中6年级了，在她1年级的时候，她的老师建议她申请数学单科跳级。老师说，如果她去考，肯定能考过。当然，老师也说，这是你们自己做决定，因为除了学习情况，也要考虑到孩子的心理状态各方面。当时我完全不了解单科跳级是什么东西，简单搜了下一些华人论坛的帖子，不少人在说跳级的坏处，说会影响小孩社交啊之类的，正迎合了我当时秉持的快乐童年的幼稚想法。问女儿意见，她也不置可否。正巧当时又遇上疫情开始，一下子兵荒马乱的，我就更不想折腾这些麻烦事了，所以我就没给女儿申请单科跳级。到3年级，女儿考了 AIG 考试，需要测智力、测学业，她的数学和英文都通过了，我当时挺高兴的，觉得上 AIG 就够了。记得4年级快到期末时，她看到班上有几个同学参加了跳级考试。那天回家后，她问我，为什么班上有的男生数学一般，却去参加了跳级考试？我当时才发现她这么在意跳级这件事。我说，他们不一定能考过的，只是试一下。你明年要不要考？女儿回答说，她要考。我蛮惊讶的，我女儿在学校是个很安静的人，这让我误以为她很佛系。其实不然，她内心有争强好胜的一面。到5年级的时候，她竟然产生了厌学的情绪，经常回家后一副很生气的状态，会说我讨厌学校。作为母亲，听到孩子说这句话，心里是很害怕的。我每次问她到底为什么讨厌学校，她就说太无聊了，她什么都学不到，人为什么要上学？有次女儿问她老师一道超纲题，这位老师回答说，我不是你的初中老师，我没法教你这道题。我女儿是个很内向的人，她能鼓起勇气主动问老师题目，是因为她很热爱学习。然而这位老师却没有鼓励她，帮助她。有次女儿在家做作业时说，老师教的解题方法太麻烦，但老师非要大家用这种方法做，她就很不开心。我劝她说，不要怕麻烦，你就耐心写。第2天，老师让大家把作业拿出来，开始讲题目。女儿磨磨蹭蹭，过了一会儿才从书包里拿出作业。老师居然把她这种小事情全都搜集起来报告给了学校。女儿说，这个老师对每个人都很密。我女儿是个非常敏感细腻的人，很善于观察，而且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她很同情每一位被这位老师吼或者粗暴对待的学生。关于这个老师的故事，将来有机会再说。总之，我女儿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，还要每天坐在教室里听他吼学生。后来终于爆发了一起事件，涉及隐私，我在这里不细说。总之，女儿和这位老师的矛盾激化，我在那段时期焦虑到3天就暴瘦5斤。校长等一众人研究了女儿过往的各种资料，又和我们家长反复交流后，校长发现女儿的学业水平已经远超现阶段的要求。讲真，当校长发现女儿学习非常拔尖后，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客气。那起事件之后，女儿上数学课不需要听课，可以干她自己的事。老师有时会把很难的题给她做，她不需要做别人那种简单的题。她后来5年级 EOG 期末考试，数学是满分。其实她4年级的数学 EOG 也是满分，英文也都是接近满分。5年级的单科跳级报名和考试都在接近期末的时候，我想要参加单科跳级，一点都不准备总是不行的，都不知道有哪些知识点。于是我就让孩子看看网上可汗学院的课程。由于女儿非常想要数学跳级成功，她就很有动力的每天看一点。当时我儿子2年级，他的老师在家长会时也建议可以考考看数学跳级考试。儿子看到姐姐要考，他也想考，所以我也给儿子报名了。那段时间，2个孩子都会在家没事时看看可汗学院的视频，但视频太多了，到考试的时候也没有看完。还好最后2个人都考过了。
女儿在家打开自己成绩的时候，高兴地跳起来，从来没见她这么高兴过。她从来不会为得到一个玩具或者去哪里玩而高兴成这样。儿子我也能感受到他很为自己自豪。我当时心里想，这样的快乐好高级啊。他们不是满足于傻乐的孩子，当然他们也需要傻乐，这些年游戏也没少玩。每个孩子都该被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上。如果小孩确实显现出先进，家长们不要拖后腿。一直上太简单的课，实际上对他们也是种精神折磨。有家长担心会不会影响小孩社交，答案是不会，因为只是上那一门课的时候去高年级上，下课就回来了，其他时间都是和原来班级的人在一起。说实话，小学阶段大家总体都挺幼稚的，真的无所谓。而且其实更有可能会像我儿子那样，觉得虽然自己小，但是能在高年级上课特别自豪，反而学习动力十足。到了初中后，我们中学是把所有6年级数学单科跳级的孩子分在一个班，班主任就是数学老师。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隐隐有种国内火箭班的意味？上数学课不再需要去高年级上了。这里我要解释一下，我们微课郡初中6年级的数学会根据小学5年级的成绩分流，数学好的到6年级分到先进班，学的是数学6加，数学一般的分到普通班，学的是数学6，而数学单科跳级的学生6年级学的是数学7加。女儿所在初中6年级大约300人，数学单科跳级的有大约30人，大家都在一个班，其中男生占了2/3，女生比较少。其实小学时单科跳级人挺多的，只是很多初中去了私立学校。像我女儿5年级班里，原本有4个早早就数学跳级的男生，只有1个上了这所对口的公立初中。有家长担心，跳级以后会不会知识点有遗漏，小孩会跟不上？答案是会有遗漏，但基本不会跟不上。毕竟是通过了跳级考试的，大部分知识已经掌握。我儿子在跳级后，开学不久有一天回家后，就自己打开可汗学院看起了视频。我知道他肯定是遇到没弄明白的知识点了，但他也就看了那一次视频，后来就完全跟上了，并且成绩保持得非常好。所以说，只要孩子是有一定主动性的孩子，到处有学习资料可以查，不必担心孩子跟不上。数学跳级只是提早学习，学习难度并没有加大。加大难度深度的是 AIG 课程。这里也要说明一下，单科跳级和 AIG 是2件独立的事。许多学生进 AIG， 但没有单科跳级，个别学生单科跳级却没有进 AIG。AIG 课学的还是原来年级的知识，只是有加深或拓展。还要补充一点，单科跳级以后，这门课学生仍然需要参加原来年级的 EOG 期末考试。有家长担心，小孩本来在原班级，这个科目成绩拔尖，会不会跳了级以后成绩就不拔尖了？答案是有这个可能，但即使不拔尖也不会太差。能跳级成功的孩子多少有点底子在。我女儿现在初中这个全部跳级生组成的班级，本学年第1季度成绩下来，一半人拿到了全优荣誉的奖状，就是所有成绩均为 A， 剩下一半人拿到优良荣誉的奖状，就是成绩有 A 有 B。 我感觉挺不错的，毕竟数学跳级的人其他科目不一定擅长，拿到 B 也还算好，至少目前看没有人得 C。 如果说真的有学生学习困难，能不能退出单科跳级呢？答案在微课郡公校系统网站上没有明说，只说这种情况下，各方面的老师会一起努力，采取干预措施，帮助该学生，并且这种干预是有记录档案的。很多家长有一个疑问，单科跳级的学生5年级时要如何上初中6年级的课程？在我们小学是上网课，学生自己看视频自学。有些学校是校车接送到初中去上，有些是派初中老师来上。
这要看具体学校自己的安排。学生自己上网课的话，对自觉性要求就高一些。单科跳级可不可以跳2级呢？答案是可以，考过2次就可以跳2级。女儿5年级时，班上就有一个男生是跳2级。不过有次班级老师趁他不在，向其他同学透露说，他最近学习遇到了麻烦。我个人感觉跳2级有点冒进，有风险，而且跳2级到高中之后，最后1年可能会面临无课可选的尴尬，可能就需要到校外选课。给大家看这张表格，是我们威克郡公校系统典型的高中数学课顺序，有多种路径，每种路径通往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想要大学考 STEM 专业，就建议走 E、F、G 这3种路径。图中可以看到 E 和 F 路径都是在高中第4年才学 AP 微积分 A、B、B、C， 只有路径 G 可以在高中第3年学 AP 微积分 A、B、B、C。 以下我要说的这段话是我自己主观的想法，大家自行思考。如果孩子想上一个好大学的 STEM 专业，在申请时让招生官看到你的 AP 微积分 BC 得了5分或者4分，那将是个很大的亮点，显示了学生的数学实力。如果在高中最后1年才学 AP 微积分，那在申请大学时很可能这项成绩还没有出来。所以想升好大学 STEM 专业，还是尽量第3年就拿到 AP 微积分成绩。而且数学进度快，对选择其他物理化学类 AP 课也有好处。这么看来，对大学有追求的学生就要争取走 G 路线。G 路线要求在高中第1年，也就是9年级时学数学3。再看这张初中数学典型的学习顺序，在没有数学跳级的情况下，到9年级时，先进班可以学到数学2，普通班学到数学1。那么为了在9年级能学到数学3，就需要提前单科跳级。这张图下面有一句话，单科加速是跳过一门初中课程的唯一办法。再来看这张图，我女儿在5年级时考过了数学6加的内容，成功跳级，现在6年级上的是数学7加，接下来7年级上数学1， 8年级上数学2，到9年级上数学3，这样他就可以顺利走在 G 这条路径上。所以家长们为了高中选课和大学申请的考虑，应尽量提前规划好孩子的路径，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，该跳级的就要跳，能跳的不跳，就是白白浪费了 G 这条最高级的路径。可能就只有另一个办法补救，就是高中某项数学课程，学生自己利用假期自学，或者到外面学，然后考出来，那就可以在学校提前学高1级的课程，达到跟跳级学生一样的进度。但这个办法需要学生付出额外的努力，年级越高，学生越忙，远不如小时候早早跳个级性价比高。另外，完全跳级就不具备单科跳级带来的选课优势了，它最大的意义是加快了孩子的整个人生进程。有些家长想，我只希望孩子开开心心、轻轻松松地度过童年，将来也只需要考个普通大学，找份普通工作，做个普通人。我想说，这跟单科跳级不矛盾。首先，单科跳级并没有显著增加学习负担，也不应该让孩子觉得显著增加了负担。单科跳级应当是为了适应先进孩子的学习水平自然发生的。如果要费9牛2虎之力才能让小孩跳级，那就说明不合适。单科跳级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一条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径。再者，考个普通大学，找份普通工作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求其上得其中，求其中得其下。我认为在定目标的时候，还是要适当定得高一些，最后才能获得做个普通人的结果。其实许多单科跳级的学生，最后也是考入普通大学。毕竟高中成绩不是只看这一个学科，而且进入青春期，变数就大起来，叛逆了、早恋了、沉迷游戏了，
都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如果学生最后结局不理想，那也不应该让单科跳级这件事来背锅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除了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之外，一方面，家长们自己不要因为不了解而害怕、抗拒单科跳级，不要因为想象中将来会遇到的挑战而从一开始就畏缩，更不能因为家长自己懒得折腾而耽误了孩子的学业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家长也不能盲目推娃，为了卷而卷。孩子若能力上、心理上确实不适合，那就一起选一条适合他的路，绝不能硬来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每个父母都应该意识到，做父母是世界上最不能偷懒的工作，欠了债的话，将来都要还的。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最后，祝愿大家都能顺顺利利，得偿所愿。如果对单科跳级有什么经验、想法、指教，欢迎留言讨论。